好吧，郭志辉经济部长哦，所以呢，这个有周刊的报道了哈，说他自己名下他的那个集团下面是有餐厅的了哈，所以呢，因为他是崇越公司的股东嘛哈，就股份赚了不少，所以呢，崇越下面有一个餐厅啊，虽然在台大里面或者台大附近啊，那我是不知道有这个餐厅的啊。那这个说他去招待别人，招待 AIT 的官员，还有他平常在那边常常宴客啊。可能跟经济部都有些是有关的了哈。另外呢，他也成立一个叫安永鲜物哈。安永鲜物呢，他们也讲说，崇越集团董事长安永鲜物的创办人郭志辉博士哦，然后呢，纵横半导体业30年，所以呢，这个伴手礼也用安永鲜物的伴手礼哈。那所以呢，他不但这个这个部长家开私厨宴客，而且呢。还送伴手礼，意思就这样子，而且说呢频繁消费哦，所以他们把它登出来啊。那当然这边也有他的董事哈，比如说这个董事呢，也他儿子也在啊，而且呢也去这个反正就是崇越、郭志辉、安永生活、安永鲜物、MD 这个餐厅彼此呢这个持股的情况啊，这个图上有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经济部说他没有用经济部的钱，是他个人负担的，哦，到底是个人负担还是因为部长也有他的什么特支费啊等等一些嘛？那周荣泰就说呢，如果有异议，请部长说明，我没有办法说明，他做的是他的事，跟我无关。我们看一下。这间位在台大校园里的创作料理餐厅，甚至有郭部长家开的私厨之称。因为郭志辉在上任经济部长之后，依旧频繁在这里请客。郭志辉被周刊爆料，以经济部名义上个月底邀请 AIT 设宴在崇越集团底下的台大明达馆餐厅 MD 创作料理，宾客离场时还人手一袋伴手礼，也全出自崇越旗下商品，包场费、餐点再加上伴手礼，经济部长餐业预估开销超过22万元。郭志辉频繁在崇越旗下这间餐厅消费有多常来？去年12月就有旧部署在社群发文，写到感谢老长官现任经济部长郭志辉的关心和指教，招待我们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虽然郭志辉入阁之后已转让全部股权，但儿子仍是持股董事，而且妻子投资成立的公司更是崇越最多股权的董事。郭家以及家族公司合计持股崇越市值超过21亿元。在这个时候，内阁团队大家还是精神团结。那至于郭部长，他已经对外说明了，如果有疑义，我们请郭部长再度的说明。郭志辉被质疑图利自家企业，经济部也回应相关餐叙费用皆由郭志辉个人负担，并未动用公务预算或公家资源，也强调这间餐厅是崇越集团安永公司经营，郭志辉本人和家人都没有曾在该公司任职管理。就算经济部紧急灭火，但早就被解读是绿营内斗，像是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就大呛，民进党搞派系斗争，把 AIT 都卷进去。虽然政院驳斥520改组成战斗内阁，但种种迹象似乎又有所印证。来，伟汉，这个 MD 创作料理哈，我不知道那观众朋友有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哈。那在台大校园里面，就在那个罗斯福路基隆路那边。那因为郭志辉部长以前是崇越集团的 CEO， 这其实崇越集团旗下的这个餐厅，他对于里面的食材，对于整个餐厅的设计，因为跟他有关嘛哈。他很满意这一点，我相信是毋庸置疑。可是你现在的身份是经济部部长，把话讲白了，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经济部的回答是说，因为里面用餐大概50个人，每个人大概1-2千块，加上送的东西有一些面膜什么的，22万帮你算好了。这个部长一出手，他也不是拿不出来嘛。可是他有出现2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一餐是部长自己买单，但经济部部长当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经济部部长、经济部他的这个餐宴跟邀约，不管是跟工商业界或什么，是不是每一餐都是部长出钱？也不应该由他出钱啊。经济部是延续的，有一天经济部长的名字会从国资会换成另外一个人，那个部长也还要做事。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再怎么对这家餐厅满意，既然是旗下的餐厅，你在当部长期间不要去这个餐厅就好了。第二个，因为周刊拍到的那个照片好多哦，有白天有晚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客人。你跟幕僚吃饭去这里，你跟朋友吃饭去这里，你跟 AIT 的处长鼓励人去还是这里的时候，又出现刚刚我讲的第2个问题了。因为今天 AIT 的处长是应经济部之邀，如果今天只是这个集团的 CEO， 你还不一定能够邀到 AIT 的处长，像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重要的人士。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讲说，你是不是为了就是让你的这个集团的餐厅能够邀到这么重要的宾客，所以你又把这个就是宾客邀去那里了。
好，那所以我是觉得啦，郭智慧部长在这件事上犯了这2个错误。今天左荣泰院长有出来讲，他并没有帮他背书，他说他已经说明了，如果大家还有疑虑的话，请他再说明，就是因为这样。好，那这一餐直接付钱，是因为周刊就是掌握到了财富，还是说？好，就本来他就自己付，即使啦，观众朋友做个结论哦，即使他都从头到尾自己付，我也觉得不妥啦。因为部长没有必要，就是因为这是公务，公司分清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争议。不是，不管怎样了，到自己的就第一个了哈，因为部长是有特制费的，对不对？你说他全部自己付，这很奇怪。那另外一点呢，就算你自己付钱，因为你的像你讲的，因为你是有部长，所以你才能请到这些有关的人士来，有没有宣传的这种作用呢？也有啊，大家有时候批评川普也这样，说你没有图利你的那个什么高尔夫球俱乐部啊等等，没事在那边打球啊等等，不管钱谁付谁不付，那宣传费也蛮重要的，这总要避嫌吧？哦，这种所谓这个瓜田李下总要避嘛，来这。我觉得目前来说，的确，如果郭智慧当然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资产是非常的丰厚的了。那我也赞成刚刚暐瀚特别提到的，他资产很丰厚，平常宴请在自家的餐厅里面又有自己的包厢，大家都熟，所以当然宾主尽欢。那跟 AIT 这一顿哦，到底是要怎么来？就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还有特支费啊。那你用特支费的方式，要因为你的名声，然后来请鼓励言，然后呢，我也相信会宾主尽欢哦。但是我比较在乎的是镜周刊来报道，那镜周刊常常是民进党之前有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倾向，都是透过镜周刊来预先来告知大家。那现在由他们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周刊来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预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经济部长在520会不会被换下，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疑问嘛？否则这种事情从他上任到现在这么久了，大家说非常的频繁，为什么就在5月这个时候要来特别泄露出这样的一个新闻？反而大家不是在乎，就是说他到底里面吃的什么。虽然都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又在台大，我不晓得那个范委员在台大教书的时候有没有光临过这样的一个餐厅，但是重点还是摆在背后当中哦。由这个镜周刊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新闻，又面临520，又再加上郭智慧过去来说实在，他本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亮点，结果你会发现，他不管在产业的这个认知度，或者对人的这个态度，还有对员工，还有对等等之来说，我觉得都不如我们当家所预期，这才是不是我们的预期心理，不是汇率，好不好？这才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心理。但不符合大家的预期心理，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报道，反而牵动520很多内阁的一个改选？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了。我不同意啊！我跟你讲啊，柯震，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讲？《镜周刊》从现在开始不是绿的专用的媒体，开始蓝绿都报了，也可以这样讲啊。起义来归，不是可以这样讲吗？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卓荣泰的态度，卓荣泰说他已经讲了，你们不满意了，再继续问啊。你作为院长，你怎么说？你们如果不满意的话，我来问他，然后再告诉你们我问的结果，不可以这样吗？那我认为现在有很多大老板啊，其实不管是什么形态，都有自己的私房的厨房，或者是正式的餐厅都有。但是他如果是私人企业的大老板，你要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啊。其实一些民间的企业老板，不是老板娘也请我吃过饭，也都去他们家的餐厅啊，而且都吃得特别好，都不计价的，随便都可以大家欢喜的。但是你是郭部长，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妥。对，不管你是用特支费，用自己口袋的非特支费，如果是部下，我觉得不太妥。那如果私人企业，那更不对啦，因为你是主导他们企业的一切的最高首长啊，你怎么可以自己请他们吃饭呢？但是最不妥的是 AIT 啊！你想，以我们今天的国际地位的处境，我们是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政府跟 AIT 的关系尽量官僚化，尽量官场化，尽量 official， 你知道，就官方啊、官网啊、官餐啊、官饭啊，对不对？啊，你怎么把它变成私人在你私人家里的餐厅请 AIT 吃饭呢？那你不是刻意把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私人化了吗？我这个也是我故意挑剔的，我做人一向不做这样的发言，但是我听到没送啊，我现在是学你们的，你知道吗？好，范委员，我帮忙讲一下哦，就是那个《镜周刊》哦，其实很多民
民进党的人的事情也被爆料嘛，哈，所以我是觉得他其实是对，我同意你刚刚讲的哈，所以大家不要每次说那个《镜周刊》报道就是说民进党在内斗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猜测太多了哈，那也许就是说《镜周刊》其实真是要告诉大家超越党派但回来讲，我觉得那个餐厅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我会觉得说，哎，是不是特别的高档或怎么样哈？那如果是台大校园里面，几年前我去过那个空间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改标了哈，就是给别人知道。那其实如果是那个之前，我猜想也许郭部长觉得那个地方公开透明，可能又好停车，那他熟悉，也许他是出于好意，就是说AIT 希望大家能够酒酣耳热，能够促进台美关系并没有想到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图利？虽然他说他跟他的家人都没有在该公司任职管理那但是大家毕竟想说，那是不是有一点点就像刚讲的宣传上那我想至少经济部讲，第一个他没有使用公帑那没有在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图利用公帑这个相关的就是这样的议题。那如果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么多的批评，那应该郭部长未来在做这个对不管是国家好的台美关系的话，应该会更谨慎吧。那我想那个卓院长也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批评，就请他来回应那这个部分。那我这里是觉得他应该选那个餐厅，就是因为方便，然后他觉得他比较自在。那当然各位的批评他听到。那我想补充讲一下刚刚关于汇率的部分那刚刚我们那个就是要叫您那个大佬还叫什么？随便。沈先生讲得很精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那我也非常的记得我在1994年出国念书的时候，汇率是26那我是非常幸运，那个时候出国去念书那当然这次大家关心的是这么短时间内升降这么多，那我觉得赖总统其实是希望在让大家不要太焦虑。那我对了一下他的原文，并没有直接没有批评反对党了，他是说请有心人士不要再刻意散播不实的消息，指的是说这一次的关税谈判有没有谈到汇率？那其实并没有嘛。那可是大家所讲的东西，其实点到说不是点到我们在这个金融跟政治的敏感时刻。那卓院长也说，台湾不是汇率操纵国。那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的标准是有一定的定义包含这个贸易的差距然后那个所谓的有很多的术语，我就不再重复了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敏感时刻，对。这个是买汇的百分比。那在这个敏感时刻，那如果是秃鹰的话，那央行已经说他承诺了有这个秃鹰的痕迹，一定会处理。那如果是人为的秃鹰呢，当然不允许。那其他的台湾不会是汇率操纵国，那大家怎么去就是回归正常心那赖总统承诺说关税谈判绝对是国家利益然后产业的发展为优，不会牺牲任一个行业。那我也提醒大家在台湾不管是谁当执政党产业受伤经济不好那都会影响执政党的正当性。那这个部分那请大家有信心。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总统，我补一句就好。很多人今天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说我们用汇率去交换关税，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两个是联动的，而且呢，你汇率不自我节制你关税没得谈。对。这还要讲什么？没有，我因为我想要问一下那个范委员，因为可能比较了解总统啦，说他没有提到这个在野党，不过他确实说许多政治人物的攻防竟然锁定了汇率的议题来进行炒作，导致大家的误解跟非理性的预期。身为总统，必须再次强调，政党可以竞争，国家不能牺牲；政党可以竞争，人民不能牺牲。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就跟汇率无关嘛，那大家一定要讲成有关的话。那他为什么要特别指这个政治人物导致人家误解？难道他是说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吗？这个部分我又不是赖总统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有心人士。那最重要是说，我们怎么去讨论汇率？那像沈委员他刚刚就没有特别讲说谁刻意一定要拿出来谈判，没有客观的结构问题我要讲的是说的话到底在指谁嘛？所以赖清德总统讲的就是蓝白两个政党，还有谁呢？顺差来自汇率嘛？自己跳进去说就是自己，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反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我一开始有讲说，美国现在不是只有对你关税、对你汇率两个都下手，双管齐下的，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我觉得郭智辉再怎么样，在自己旗下的餐厅是不妥的以经济部长身份特别招待外宾，你说请你自己的经济部员工，我部长犒赏一下也就算了。第三个呢，这个我还是认为说，《镜周刊》会报道
这个郭志辉中间是意义不小哦。镜周刊小事就会报道什么蓝绿人物，但是这种大事部长级的事情，他会报道，显出这种特别的讯息出来哈，就表示民进党可能对他也不满意了。你认为民进党会对他满意吗？另外呢，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就是骂赖清德、骂民进党，然后骂这个中央银行？因为大家对赖清德跟美国的谈判没有信心，认为赖清德让步太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呢，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呢黄旅已经被羁押了哈，那所以他们认为说呢，将来可以往上走。最近传言，国民党说有情资，中央党部最近将会被搜索，所以呢，那怎么办呢？要开国际记者会来备战叫做 Open 主发会。主发会昨天已经讲了，要请国民党的各级民代早上去一起吃早餐。因为呢，检调经常呢早上就发动搜索，所以早上吃早饭，你来搜索，我在吃早饭啊，来啊，那直播给大家看呢那另外呢，他们也是随时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因应然后向国际社会说呢，赖清德连在党主席都抓走了，所以呢正式独裁了，最后呢兵分两路，在立法院就罢掉你35个国民党的党籍委员。然后这边呢就往上去搜，把你破坏你国民党，也就是说是跟黑帮一样，是犯罪组织好，那另外呢，这个李孝亮就是中正万华现在唯一还在那边坚持的李孝亮他妈妈控诉国民党中央说都不理他们那朱立伦说呢，有很多辛苦的朋友跟志工都被司法追杀，我们会坚持奋战到底那因为李孝亮呢跟赖以任。检察官突然叫他们明天再去，明天再传他们，所以呢，他们已经有被这个羁押的准备了。没有事，都已经跟我们30万50万交保，怎么明天要羁押呢？好，那么所以他妈妈应该也是紧张了他妈妈说她有去观察，说呢青年公园旁边那个滩她去观察4天，只有30个人联署那李孝良就说部分这的确是部分实情他只好继续努力。为什么我那天也去给他们加油打气？有些志工告诉我们，志工1毛钱都没有，但我们好可怜因为志工很多人不敢出来做志工，他说一天在那边做10个钟头，做那地方做的都很累了志工不够嘛，所以没有办法轮班了那另外呢，这个李孝良就说，因为明天要再开侦查庭，再传他们李孝良说呢，如果被羁押，就要在看守所里写书。那另外呢，在这个士林北投赖以任。说已经做好被羁押的准备，也是在里面看书，一个要写书，一个要看书那另外呢，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那个领衔人那个张克建说，我不要干领衔人了，不干领衔是不可以的选罢法后来果然选委会同意我不能够退这个领衔人，没选罢法没有这个东西了，除非有1/2的建议人换领衔人是可以的。那所以呢，赖以任现在怎么办呢？就寄了2000多份邮件给当时有签联署这个建议人的，他一定要大概2100份才够所以寄了将近3000份给他们，请他们也还是附了回邮，请他们同意要换这个领衔人那领衔人是可以，领衔人他不能够退出，但是他可以摆烂他可以不作为什么叫不作为呢？这个选罢法也很怪。就是你到时候如果将来签出了4万份的联署，一定要领衔人去送件才可以，别人还不能送件。我说有这种事情，我4万个人非要领衔人送件，说领衔人不送件的话呢，他要签委托书，委托其他人去送件。他说不签这个委托书，其他人还不能送件。所以他就说，我就算签了3-4万人，领衔人不送件，又没有一个委托人，所以就这3-4万的人数等于作废，这怎么个法律啊？他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还希望呢说，你就算你要退出，不要当领衔，你不能退的，好吧？那你就算了，你就在家休息吧，至少签个委托书出来嘛。委托书现在也不签所以呢，那另外呢，基隆的民政局长原来大概放了现在呢又说有新市政要就声压他，然后中午呢获准再把他压起来所以呢，吴宗宪就说。那罢免团体怎么有那么多钱呢？因为现在选罢免没有办法去募款，不像选举
那他们钱哪里来的呢？那么多，对不对？那么还到这个罗志祥还说，在他们选区还去全国各地去塞什么，那都要花很多钱呐，对不对？哪里来这个钱呢？那照理讲不要查呢，要查啦。这为什么可以违法募资？不可以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吴先生说有人装睡也不查，为什么？就是不查他们了。基隆好不好？说我蓝捷都查，那去这个伪造文书那个基隆啊。绿营的检察官早上6点去，听说30分钟就结束了。哎，我们被传去都知道查哪有那么简单了、起码搞你半天了，因为书记官还要打字啊，什么一大堆的，怎么30分钟就放人呢？就显然那个是假的嘛，做给你看，说我也查了，绿的我也查了，哦，也没有去搜索啊，然后就人就放了啊。所以呢，联合报也说，如果检调肯花相同的力道去查政治现金，钱哪里来？哦，那就一定很多违法的地方，钱到底谁出？可以这样出钱吗？我们看一下。我还期待下一次啊，要跟志强一起在反恶霸战争，他是战吹连队长啊，郑重的邀请那个我们的主席哈，喊话要参加自家立委罗志强的反霸战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6号早上到捷运大安站替罗志强站台宣讲，要守住北市5席立委。面对岛内将近30位立委罢免2阶达标，国民党要开启全面热战反霸，但另一头罢免吴沛忆的领衔人李孝亮的母亲，在控诉党中央在青年军被约谈后没有关心也没有帮忙，有非常多辛苦的朋友、辛苦的志工，被司法追杀，而民进党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消灭国民党。只是主席这番话似乎没有正面回应，但如今检调侦办幽灵联署案，7号下午将传李孝亮跟罢免吴思瑶召集人赖以任开第1次侦查庭。随着时间越来越逼近，我真的觉得现在真的也真的不是这么好睡了。我们明天又要被传讯复训，还没进去，已经对那边就有基本上的认识了。好吧，这个怡珍怎么看？最近因为这个大家都说也许会往上延烧到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所以的确我们中央组发会呢，现在就是直接在组发会的办公室一进去门口，如果检调冲进来的话，镜头马上就会拍到。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直播，但也有人开玩笑就说，那像这个基隆人啊，不是说什么基隆人都很早起6点起床，所以呢，这个党中央应该要考虑提早到6点开直播。不过说这个笑话其实大家说一说就哭了，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赖清德上任之后呢，他好像就是想要把在野党的主席都抓走。之前是柯文哲，现在剑指朱立伦，然后营造一种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有一种组织犯罪的感觉。一开始是台南，后来台北、新北、基隆、宜兰、台中，也很像是这个各地的地检署在比拼你一定要拼说有一个书记长收押，有一个主委收押，好像你这个地检署才是真正输成，才是真正的有力量，有所谓的绩效。但我观察到现在，其实民间呢有2股力量，一股呢就是赖清德想要达成的寒蝉效应，我就是用这些司法的搜索、司法的侦办，让你不敢出来，让你不敢当领衔人，让你不敢联署。但另外一股力量呢，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生气、非常愤慨不平，觉得说，民进党怎么这么可恶？这股力量呢，就完全体现在426，大家一起上街凯道游行，那个人真的是比预期中想象的还非常非常多。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所谓的司法打压呢，还有这个民进党所谓公民团体，嘴巴上说公民团体，但私底下资源真的是非常多。包括在新北市的这个双和地区，中和跟永和，你可以看到哇，这个联署摊啊，然后联署很踊跃，这个志工非常非常多，有什么3步1纲、5步1哨，还有叶元之的这个板桥东区啊，据说是每天至少有9个联署摊在那边大规模的联署，更不用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印广告的传单，有选举经验就知道，你要印那个广告传单，而且要派报去塞信箱，那个有多么花钱，绝对不是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公民团体就可以达成的。所以现在罢绿的团体呢，就是我们国民党或是很多的一些公民团体呢，我们其实资源真的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像罢绿的、罢蓝的这个联署点这么多，所以真的要拜托大家尽可能的站出来。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第1阶段、第2阶段很多的国民党立委都很低调，但我们也预期现在35席的立委呢，目前预估可能是30个立委都会进入到第3阶段。进入到第3阶段，其实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就会比较是有点热战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拜托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愤慨，觉得非常不平，就像是426一样，大家第3阶段一定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的票。休息下再回来。
选罢法哦，当时联署人有些就是当时自愿，也有一些被拱出来的啦。然后大家说你不错，你就当联署人，但一旦当联署人以后就退不了了。选罢法没有联署人退出这一招哦，所以呢，现在呢要去罢免罗明才的联署人，他也想退，他不想做，但他说他也没办法哦。那这个人叫做吴柏伟，32岁，他是罗明才爸爸罗明才的联署人啊，因为他们在那边叫做拔萝卜，每个都取一个名字了哈。那另外呢，他说他下不了车，哦，所以呢他也害怕，他说万一有人把不是我的事情塞到我的身上，都说我联署人要负责，我怎么办呢？哦，所以他说他在3月中发现罢免罗明才的团队越来越糟僵，哦，那而且呢，工作群组很多人还退群，哦。所以呢，他要声明退出罢免团体，发觉呢选罢法针对罢免联署人下不了车，所以他忐忑不安，生怕不是我做的塞到我的包里，所以让我就算我做端行政，也根本掌握不了罢团的每份联署书。是啊，那这联署书你怎么掌握了？那么几万份呢？到时候几万份呢，你怎么掌握？你真的不知道哪里送来，甚至很多人一来就，我给你的这一版。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呢？因为对他们来讲都很重要，也不能说不要啊。但你怎么去查证的这些人干什么呢？所以他也害怕哦。所以呢，他说如有设法都要我自己扛，担心到睡不着觉。他想退，他也退不了，担心到睡不着觉哦。那所以呢，以罗明才的选区有公民权的选举人有30万人，第一阶段3000份没有问题了。第一阶段哦，那。如果领衔人想要下车，就必须挖出其中过半数的这个3000份叫做提议人，而且不止3000个，可能4000个，因为他怕有些名单有问题啊，所以呢，而且要一个一个请他们签署换掉联署人，要2/2以上。那台湾的政治上呢，从没有发生过联署人被换掉，从来没有，因为很难换嘛，怎么换呢？没有办法哦。所以呢，现在双方都有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呢，罗明才的2阶收了32000份，说9号要送件。哦，那而且要持续收件到明天中午，他们希望达到130%的门槛。本来大家认为罗明才是很，因为他那边服务其实做得不错。他选举的时候，我去看板，就是我替新店做了哪些事情，哦，争取了哪些福利哈，所以他票也蛮高的哈。那所以呢，学者也说，选罢法是要检讨的。所以呢，领衔罢免就像搭了一个4速列车一样，一旦领衔以后，怎么回都搞不清楚啊。我们看一下。其实我有跟他们讲过，说我也不想当了耶。那你们所有事情都不用经过我的同意，也不要跟我告知，那我怎么去做这个责任？那不然这样，我就退出罢免领衔人。透露自己数度想要下车罢免罗明才领衔人吴柏伟，先前爆料自己被踢出群组架空后，碰上罢免搜索越来越多，担心不是他做的联署书，却会被塞在他的包里，完全掌握不了。那一段期间其实都睡不太好，我们的志工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对，那有的时候他们在外面的一些言行举止，其实最后如果要被告，比方说可能有诽谤或者是等等的疑虑的时候，其实都会找到罢团。那找到罢团的话，负责人就是我。尽管吴柏伟说，目前跟团队已经有沟通管道，已经有好转，但罢免团队强调对此事不回应。不过5号罢免叶元之、牛许婷、万美玲、邱若华、廖伟翔、黄建豪、罗廷伟、江启臣团队纷纷送件，其中罢免叶元之团队送出32236份，一件都没有剔除。因为这个我们都尊重，然后我们很多地方的里长也都承受很大压力，因为他们说民进党的议员都有要求他们要交联署书。而台中、桃园国民党立委也纷纷发文要支持者站出来投不同意票，全面热战。但如今又传出国民党至今还没公布首都参选2026议员名单，就是担心北市5席立委若被罢免，要让他们回国。空穴来风的事情，北市的5个国民党的立委，我们都会全力准备，不会被罢免。来，伟安。我们讲这个技术层面跟法律规定哈，因为这个刚刚这位叫这个吴柏伟啊，他如果真的不想再继续担任领衔人的话，其实他的学长张克进的做法，他也许可以参考。就是说我公开跟社会讲说，我对于他被退群组这事情，我觉得莫名其妙。领衔人怎么会被退群组？那他还领什么衔？因为他是需要到2阶以后的10%的那个第2阶段叫联署书，第1阶段叫提议人。提议人必须要是1%，里面有2个，一个叫做领衔人，一个叫备位领衔人，这2个人是必须要去最负责去送件盖章的，要负责的。他如果不去领衔，那他没办法退。那我领衔人，我不送件，我不盖章，我不负责，那罗明才的这个罢免案就会无疾而终。
他就可以公开跟大家讲，就身份证检调、户籍迁出，表明不会送。你这个什么，不管是3万份、几万份，我就不去送。那罗明才的那个联署的后面的部分，他也表明没有参与，不管里面有没有问题，他的个人意见就是说他不想再参与。那回过头来，张克进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所以张克进他不愿意，他如果不愿意去送件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的决绝，好像也找不到人，然后也迁出户籍的话。然后又没有办法更改，就是这么简单的更改，你就必须要回收2054份的在士林北投区吴思瑶罢免案里面第一阶段的提议人，叫做建议人。对，就是提议人啊，第一阶段叫提议人，第一阶段叫提议。那提议人的对，那他现在有4100多个了，所以要2054份都要回来。那这提议人当中有2位，一个是领衔人，一个是副领衔人。副领衔人是一个詹姓的里长参选人，好，那他。可以当领衔人，可是必须要获得同意，都相对复杂啦。这个以后在修选罢法的时候，可能可以回头来看中，因为以往不会进到这个阶段，他发现说，原来他中间出现这么多的这个门槛。那吴思瑶的罢免案，如果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回收的情况不顺利，张克进先生也真的不愿意送件，他的罢免案是会最后根本就不成案。当然。不过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样，你可以的，因为每个人可能此一时也彼时，也许他受到各种压力啦、税务啦、检察官有没有威胁他，我们不知道哦。因为张克进很奇怪嘛，其他都是30-50交保，他是无保哦，无保请回哦。那而且明天检察官再传代理人也没有传他哦。那到底他跟检察官到底当时关系房里面能讲一下，我们不知道哦。没关系，因为每个人各有志嘛。那就算你不要做，你至少签个委托书吧。你给愿意担任委托的人嘛？假如说今天黄伟涵说，好没关系，你委托给我，委托人干嘛？只是送件而已啊，没有他做什么别的事啊，懂吗？就是说，万一到时候达到4万份联署，他不一定成啊，因为这样一搞，有可能大家就觉得灰心了嘛。那如果就算4万，你就送个件而已，那你至少签个委托书嘛？委托书都不签，这个有一点奇怪了，有一点奇怪。好，不管了。那问题是，你做蓝的领衔人，你退其实也就退了。蓝的对你没办法，你做绿的领衔人，你要退，你退看，你退看，他敢吗？攻击，你敢退吗？老沈，我跟你讲哈，这个大罢免，国民党失策在第一时间点没有出来讲这个反制大罢免的这个论述啊，讲得不好。我要跟你讲哈，有一篇文章是你的朋友吧，苏永清，你认识吗？认识，是蓝的嘛，哈。他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因为我一直讲国民党的他是苏起的弟弟，苏起的弟弟，他是苏起的弟弟。他这篇文章在中国时报，他写哈这个大罢免其实是不对的哦。但是我一开始就讲这是乱臣贼子干的勾当嘛。但苏起苏永清比较斯文呐，他自从创制复决啦、直接民权啦、间接民权啦这个的不妥当讲起。讲得非常好，不过我要借这个节目啊向他喊话。他里头说举了几个人说，这些民进党人现在也反对了，错了。苏永清先生，你不用功，而且不仔细。他里头写林作水也反对了，哪有？林作水赞成大罢免了。他说阿扁也反对大罢免，哪有？阿扁开始后觉得不妥，现在也赞成了。那个被迫赞成了，我就讲你绿的，你反对看看。那谢长廷有反对大罢免，他也没有讲清楚啊，所以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乱讲。不过我要讲一句，不能说反对有意见，可以吗？他们不是不同的意见。他说是反对大罢免。不，我的意思说，如果不讲反对，说是有不同意见就可以吧？对了，好不好？所以，但是我对国民党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对国民党有一个建议啦，因为人无近忧啊，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政党也一样啊。你这个东西搞到今天会这样，就是你当初错估了你自己的实力嘛。那你做一些你做不来的事情嘛。那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选一个时间点，越快越好。当第二届过了以后，如果这个数目太悬殊，比如说30:3、30:5，你就不要去搞那个3啊、5啦，那没有意思。你就要整体回访，保护你这30个人里头。看看，你不能让超过6个人被罢免掉啊！你这个6个人被罢免掉啊，然后换成都是他们的人的话，那就得逞了。得逞也无所谓啊，朝小也大，换过来也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问题，这是留下一个台湾宪政史上最恶的恶例啊，你知道吗？不过是这样的，因为他现在民进党是罢不了几个啦，因为他是被动的嘛，他不是主动的嘛。
而且罢的那些选区呢，就是没有国民党嘛，因为选区只有一个人嘛。但是你说国民党会不会回访？会，不是靠谁？他们靠候选人自己、立委自己去回访了，谁能帮他们？每个立委都自己回访，就你选举的时候也没人帮他，选举的时候党中央帮他们吗？有限嘛，所以他回访也是靠他自己的，就看你自己平常你经营选区、经营选民的这个成绩怎样了。好，台中罢蓝的这个团体说他们成绩辉煌。哇，都罢成了然后呢，说尤其严宽恒跟姚琼云本来是认为说达不到这个2阶的，说呢今天压线，但压线很危险的，因为中间可能有人乱写所以他们说还要继续所以呢认为说呢虽然已经达标了，但是呢还要持续收件，那另外呢这个丁学忠说呢要再次争取他的认同，丁学忠是很不简单的那在云林吧，是吧？对。在那个地方要当选是他个性非常特别，讲话跟传统国民党人不一样，但是他也要被罢那罗志祥说呢，好吧，这个徐巧芯说，如果被罢免，就去罢民进党委员，没有关系，你罢我对不对？那你当选1年，我也罢你啊。我被罢掉以后，25炮就罢掉你了，就没完没了了，就变成一个罢免大战了，变成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查出澳洲进口的猪有含莱克多巴胺，现在又有第2批，又检测出有来剂了但是呢，虽然如此说呢风险是可以接受的，照样让他走，去哪里不告诉你那大家就很担心了那就说是不是敲门砖就是因为你们之前都说美猪没有查到有来剂的，这个我也很不相信，因为他们那个抽查比例很低嘛所以呢都没有。那没有美国争了半天，那争什么东西呢？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食药署长说不可想象，不存在，不可能是敲门砖，不可能澳洲打头阵以前这个说都没查到，现在查到澳洲都进来了，现在美国也可以进来那食药署就说检验合格，不会公布流向它只要在我们的标准范围之内所以它是合格的，不告诉你去哪里那另外呢，这个张立善云林县也是养猪大县之一的像屏东啊、高雄县啊、云林啊，这很多养猪大县。他说呢，民众有知的权利，不能不告诉我们了，要告诉我们了。而且猪农很担心呢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说要加强查验猪肉所以呢，不管你食药署2步政策不这个不那个我们呢要加强检验，看看到哪里去了那另外呢，这个美猪、美牛是不是呢？这个澳洲是试水温，所以不提高查验。我现在不提高查验也公布流向，就2步嘛是不是到时候为了美猪美牛然后呢，万一含有莱克多巴胺，替他掩护然后呢，这个食药署的把关的逻辑让人家蛮惊慌的，说到底怎么回事明明一而再的进来猪了然后呢说只要合格就好了，其他都不查，不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又有2批莱猪进口，重量达到47.25公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说，这2批都是来自澳洲的冷冻猪脚，来剂含量合格，没有高于标准，分别是0.002和0.003 ppm， 因此才会放行。同时也说，这所有放行的食品都是科学分析下可接受的风险，虽然不会是零风险，但以后也会坚持用药原则。至于北市卫生局也因应莱猪进口，宣布启动专案稽查。这一次的专案，我们预计会抽验20件进口猪肉产品，并且会进行同步的猪肉原料的一些原产地标示有300件。北市卫生局来到美式卖场，带走了几样猪肉产品，准备回局里抽验，也强调后续抽验还有标示查核结果都会揭露在食材登录平台的肉品稽查抽验专区，要力平保障消费者知的权利还有食的安全。来，我看。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明明验出来剂了，为什么不公布流向？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标准的可以容许值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验出来，是0.01的 ppm， 就是10 ppb 啦。那现在目前验到有的呢是0.001 ppm， 也就是1 ppb， 1/10。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标准值是10，验出来是1，今天有出现一个3的。
好，就3 ppb 的，所以他就不公布。那这个已经进口澳洲的这个猪脚的这个食品商，他跟大家道歉，他说有含来剂。好，那问题就回过头来了。刚刚主持人讲到2个点，就是说，那是不是以后开始也出现？因为那个猪肉仪表板到现在为止这么几年了，我其实时不时来上去看，就有进口14个国家会进口嘛，所有猪肉，但都没有任何有含来剂。现在出现有来剂了，会不会这个破窗效应之后，其他各国也都验出来？而且以前没有，我都很怀疑了。对，那可是以前的数据是没有。我知道了，你争了半天，那不进来什么意思呢？好，那第2个就是说，当你出现了它虽然在容许值之下，可是消费者会希望什么？我还是不要吃到那一批呀。那你不跟我讲流向，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他在我们公布的值之下，我去公布它，那他这一批或等同不会有人要，所以他就不要去讲。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就会认为说，你还是公布吧，公布就让大家知道在哪里，要展开能展开。所以现在出现这个问题，那后续比较重要的是说，那会不会接下来不止澳洲，其他我们有14个国家进口这个猪肉，包含美国嘛，也开始就出现在10 ppb 以下的含来剂的猪肉就会陆续出现，那就会是一个食安的问题。为什么是消费者有知的权利？就是说，没关系，你没有超过标准，有些人不怕，有些人不怕，我敢吃啊。那你价格可能就要低一点嘛。你还卖一样贵就很奇怪了。就像那个时候那个什么狂牛症的时候，有没有？英国老人都很高兴啊。为什么？牛肉很贵啊，在英国牛肉很贵啊。但是因为你有狂牛症，牛肉就下降了嘛。老人平常就是贫苦老人，平常吃不起牛肉，这一家可以大快朵颐，反正我也不怕，对不对？那个潜伏期很多年，到那时候我也不在了。所以每个人的需要不同，但你价格还是应该反映嘛。你现在都不告诉大家，你跟一般的卖一样价格，实在不是很好的。来，范伟。我想这个跨党派不管是谁执政食安零容忍，应该是我们所有的立委民代就是说大家都会支持的。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做法上回到专业科学那从2012年当时马英九政府的时候开放美牛到后来蔡英文那开放美猪那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我们的内部的规定，就像刚刚暐瀚讲的，其实我们台湾的标准就是比国际更严苛那我觉得这次验出那至少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落实进口的那个商品检验那大家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说这个进口的厂商的道歉那我觉得至少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那一切公开透明那如果能够追踪的话，我觉得事实上是支持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从那一波的来猪的讨论之后，现在我们到各个餐厅都会标示是哪一种的猪肉。那不管这次出示的是不是出示，就是说它有验出，但是是在就是说容许的标准内，而且我们台湾的标准又比各国严格。那我想公开透明，如果就是食药署能够公布的话，相关单位或者进口商能公布的话，那我是支持的。我因为常到餐厅，有时候很多餐厅在门口都写一个牌子，本餐厅使用台湾猪，有一些是本餐厅使用西班牙猪，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写本餐厅使用美国猪。那结果美国猪进来也不少，那都到哪里去了呢？老沈，这个就是阳奉阴违。官方说的是一回事，民间落实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刚刚暐瀚讲过嘛，那什么多少0.001 ppm， 如果他刚才比方说是，如果通过的标准是10，那现在抓到的是3跟1，能不能吃？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吃。但是现在又要讲产地啊，又有5、3、4、2、1啊。主持人，你刚才的说法更混乱了。为什么？你说3、1，只要10以下，价钱也要不一样啊。价钱也不一样，能够做得这么细吗？不是啊，我的呼吁嘛，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那我既然有含的，比不含的总应该便宜一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乱掉了，应该要大家再重新整理一番，是不是10以下，就是不讲3啊，不讲1，当然不讲，就合格嘛。我赞成合格就是合格。不会死的，可以吃的，我赞成可以吃。来这没有，最主要是说这个部分你当然可以进口，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确实落实边境的100%的检查嘛。目前没有嘛，从2012年开始，我们在这个检查。可能比10%更低，比10%更低。2到10好像对，但是他们通常你会看出来，大概就是2.5啊3% 左右，那3% 左右都可以验出来，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不是不能进来，符合标准，但是重点是你每次所分批出来的，我刚刚就特别提到嘛，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它就逐次的这个边境检查的次数越来越降低，这难怪会让大家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担忧，而且不要忘记当初这个莱猪攻防之战当中，每个人都喊出。
出，不管谁是在野党，都会喊出零检出。那既然已经设定一个标准了，那很显然今天这个食药署署长的讲的话，没有让大家觉得这个资讯是透明的，所以让大家会开始觉得你是不是有双重的标准啊？医生。好，我们看到这个在赖清德政府底下，台积电也送出去了，这个货币战也缴械了，莱猪也开放了，现在连澳洲好像都欺负我们，更可恶的是呢，民进党的这个经济部还袒护澳洲的莱猪，说我完全不会去公布这个莱猪的流向。民进党不是最重视食安的吗？所以大家在座都同意，就说至少要做好标示嘛。那如果放心没问题，你做好标示，那有些人觉得说，他可以接受，他就吃了，应该要让大家有选择的权利，不然说今天猪脚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后的选择就是，那不管什么猪脚，我就全部都不吃了。最后伤害的可能是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些猪肉的摊贩。赖清德他选择要保护澳洲、保护猪脚，而不是台湾人。人民当然应该有权利知道自己吃下什么东西。你看好了，今天以后呢，台湾的卖猪的都会说本餐厅或是本店的猪脚是台湾猪脚。来，志涵。我觉得今天这个安心署长其实就是坐实一句话，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其实之前都有验出来啦，只是没有告诉你。那些有验出来只是很微量，所以吃了也没事。所以台湾人到底有没有选择的权利？看起来是没有，因为现在美国要消除这样子的贸易障碍，所以要你吃你就吃。对，今天我还国会委员啊，应该在立法院追究官方，一定在多长时间内找出标示澳洲猪脚的摊位。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澳洲猪脚哪里去？